朦胧中，似乎又回到8年前，他翻过 T 大附中和 T 大共同的墙，走在 T 大的小径上，路上有雨水冲刷过的泥土气息。魏无羡灵巧地爬上一棵树，顺着枝杈滑到一扇为他而开的窗边，跳进房间，赖在别人的床上写数学卷纸。房间里飘着令人熟悉又安心的淡淡檀香气味。书桌边坐的那个人转过身来，给他盖上了被子。魏无羡睁开眼睛，被正午的光晃的一时失去了目视能力。他伸出手想挡一下光，才发现刚刚睡着的时候，身上盖了一件深蓝色的西服。他转过头，边上坐着的人穿着一件纯白色的衬衫，正在低头看一本书。蓝湛，魏无羡有点怀疑自己还没有睡醒，直到身边的人转过头，一双浅色的眼睛温和地看着他。路过，见你睡着了。蓝忘机把书合上，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。魏无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为了防止西服滑下去，他从袖子里反着伸出一只手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又笑着说：好巧，你怎么会路过这里？其实他很想说，为什么这么久没见面，连续2次他都穿着奇奇怪怪的服装，这也太倒霉了。蓝忘机的双手在膝盖的书封面上无意识地摩挲了几下，说：今天在T大有课。哦，那谢谢你了，不过现在天气也不是很凉，我觉得太阳还挺大的。中国人见面谈论一下天气，可能就真的没什么话说了。魏无羡也是这样想的，他把自己的手从袖子里伸出来，轻轻拍了拍衣服，那熟悉的味道又沿着记忆中的依恋充斥了呼吸。他原本想把衣服还给蓝忘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停下了这个动作。要不然，我把衣服洗完还给你吧。魏无羡说完这句话，简直想抽死自己，似乎没听说谁盖了别人衣服还要洗的。但是他就是舍不得还了。这句话说完，蓝忘机也微微睁大了眼睛，不过魏无羡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因为蓝忘机微微点了点头，说：好。那什么，魏无羡虽然脸皮厚，但是确实这2次见面都有点小尴尬。这次其实还好一点，想到上一次2个人在酒店里对吹红酒的事，他很不忍心回忆的闭上了眼睛。那个无从开口。蓝忘机的手还在书的封面上摸来摸去，只是眼睛仍然看着魏无羡，这鼓励他继续说下去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不是大学校园外的变态，我穿成这样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癖好。完全编不下去了。蓝忘机的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了一下。魏无羡顿时放松下来，他去抓蓝忘机手里的书，说：蓝湛，你不许笑我，我上次穿旗袍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癖好，书没抓到，居然抓到了蓝忘机的一只手，没穿外套的人手指微凉，抓的人却被从手烫到了心。我信。蓝忘机淡声说：这样吧，不如我今晚请你吃饭，我给你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。蓝忘机垂下眼眸，看着自己被魏无羡抓住的那只手。魏无羡很满意这样的回答，蓝忘机居然对自己还跟高考前一样顺从，什么事都说好。像是生怕人反悔，他把手里的西服塞回到蓝忘机的怀里，说：那晚上见。工作似乎是在魏无羡跟蓝忘机挥挥手说完这句话就蜂拥而来。江城打来电话，一直在讨论下午会议的内容，而司机不但开来了车，也顺路带来了一摞需要他马上处理的工作。等到魏无羡终于在下午的会议过半时，想跟蓝忘机打个电话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果然还在蓝忘机的黑名单里，电话那端永远是忙音。有时候想到主动用别人手机拉黑自己这件事，魏无羡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年轻气盛。当年也不是没人劝他复读，毕竟在遇到这么狗血事件的概率已经无限趋近于0了，但他还是对魏不能按部就班的跟蓝忘机比肩一世而遗憾。优秀和平庸一样，都很难藏住。在国外的大学，魏无羡自然还是名列前茅，大3还如愿以偿以交换生的身份在 T 大读了1年，只不过是没有蓝忘机的 T 大。那时蓝忘机已经本科毕业了，魏无羡原本以为蓝忘机这么一板一眼，肯定还要读个研究生，没想到这只是他单方面的乐观想法，毕竟又不是只有 T 大才有研究生院。魏无羡不仅晚了2年想明白自己喜欢谁，也彻底错过了跟蓝忘机的再一次交集，而心底有一根巨大的刺，让他不能够如温情所说，
喜欢谁就去追谁。那根刺是蓝忘机手指上的一枚做工粗糙的银戒，上午他借着去抓书的时候，原本想摸一下，却被蓝忘机无形地躲开了，最终只抓住了没戴戒指的手。下半程的会议冗长，魏无羡看着大屏幕上五彩斑斓的 PPT， 走神了好几次，最后靠着温情拿来的一杯 espresso 续了命，才勉强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活着走出会议室。秋天的阳光有多热情，夜晚的秋风就有多飒爽。魏无羡拒绝司机送他回家，反正家离公司并不算远，在自己26岁生日这一天见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又开了一个时间远远超出预期时间的会议，不知该算幸运还是别的什么。